怎么样？里面还有人吗？都出来了吗？小心！你们想办法唤醒其他人，我再进去看看。好，好，你小心点儿。对了，周兄，放心，来的时候已经找人报过信了，救兵马上就到。好。醒醒！醒醒啊，楚兄，快！八四姑娘怎么了？没事，再水晕过去了。发现，大家都救出来了吧？差不多了，只是没找到子玉。恶神兄回去查看了，他回去了啊。替我照顾好阿四，我回去找和顺。你小心点啊！知道了。还有人吗？还有人吗？都别想走！都别想走！你给我放开！放开我！快放开我！爹，儿子不孝，儿子委屈，他们一个个说为我报仇，到头来都是骗我。谁要为你报仇？是鬼方人吗？不要因为仇恨而一错再错。没错，做的是你们。是，算你倒霉。今天我们就一起同归于尽吧。我说，我再也不会送你们摆布了。子玉他做了这么多，最后还赔上了自己的性命，就只是为了复仇。你可知令妹还活着？你苟活多年，不就是为了再回故土，再见故人吗？当真爱的一切被人剥夺，你所剩下的唯有复仇。但仇恨像是一座迷宫，容易忘记自己究竟从何而来。这一切真的值吗？但这个世上有太多的不值得，都要自己经历之后才会明白。子玉虽有祸心，却也可怜，还是让人送他回宁州吧。和顺，以前我不该对你有意。世事无常，人生得一知己，足矣，对吧？走吧。
各位远道而来，却遭此恶劫，是我姜文峰失职之过。姜将军言重了，我等此番能够九死一生，全靠姜将军力挽狂澜呐。没错，这一切的罪责都是那罪臣余孽宁子玉为复仇而造成的，你们东鲁城也是深受其害。多谢各位体谅之心。多谢姜将军替厉北查清杀死我夫君的凶手，替我夫君还个公道。世子妃客气了，二位此番前来，令夫惨死于东鲁，东鲁实属有愧。还望厉北不计前嫌，与东鲁之间仍似往昔。将军放心，家翁北伯侯已然知晓事情的来龙去脉，二位公子的冤屈也得以洗清。家翁特地嘱咐，日后定当与东鲁携手，护卫商山。多谢。也请世子妃节哀。将军保重，妾身就先告辞了。世子妃保重。没想到，今年的高梅祭，竟然在我手里毁于一旦。是我愧对东鲁。大公子，你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，保护了各方使臣，大家的安危才是最重要的。探子已经传回消息，这些年乾坤相一直和宁伯侯勾结，贩卖兵器，买卖私军。走私兵器、豢养私军，乃是满门抄斩的大罪。这李老跟宁伯侯非亲非故，他为何会铤而走险，替他卖命呢？可能他们之间还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渊源。如今知情的人已经不在了，很多事情你也无从得知。话儿说，宁子玉死前跟他提到，帮他复仇的人不止李老，难不成那个人也跟李老一样？是宁伯侯的旧人。你觉得是谁？自世子营开营以来，我总有一种感觉，鬼方人的身影一直隐藏在幕后。你是说，是鬼方操纵的？我也不太确定。当务之急，是你要如何处理李家。按照东鲁律例，勾结叛臣，杀害崇义武，当满门抄斩。但李老以命换命，将乾坤相充公，抄查李家，已经效尤。大哥，李家真的非抄不可吗？你怎么来了？姜将军若要抄查李家，末将请命前往。末将明白，律法为本，不可徇私，但末将担心阿四他。去吧，照顾好阿四姑娘。多谢大哥。爹出不去了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把阿四拉出去啊！以后爹不能再照顾你了，不管遇到什么，都要活下去。阿爹。
爹呢？阿爹，小姐，小姐。 这不可能，他答应会护我一辈子的。小姐，小姐，迪亚斯接令，这位将军，发生何事了？呈盘赤将军令，东鲁城商人李老五勾结叛臣，杀害北伯侯世子崇义武，其罪当诛，便其在危急时刻舍己救人，但功不抵过，遂收归乾坤巷，抄查离家。阿四姑娘，接令吧。阿四，小姐，让他去吧。水中贵族百岁山，邀您继续观看。四儿给爹送的礼物，爹自然是要随身带着了。不过，有一串就够了。你呀，还是选你自己喜欢的吧。阿爹，我们回家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怪石已挖出来了，请将军过目。吴玉，这是何物？怎么会从地底下钻出来？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血晶石？血晶石？什么是血晶石？花儿，你不知道也属常理。传说这血晶石已绝迹100年，无人见过。为师也只是在古籍中略知一二。传说血晶石生于东鲁，
长于墓穴，其状如酥而赤红，需用尸体骨血灌溉，方能凝结成石，所以名曰血晶石。没错，此石对活人无恙，却能让尸身满目疮痍。所以我东鲁子民为了保护祖先的尸骨，在100年前用一场大火将此石彻底灭绝。100年间，此事已成传说。没想到在我东鲁的祭典下再次出现。没想到世间竟然有人用尸身骨血灌溉出来的奇石。大千世界无奇不有，万物相生相克，自然有我们未可知的因果。所以说是昨夜死去的人用尸身哺育出了血晶石种，所以才让这些血晶石破土而出。正是如此。那现在该怎么办？此石必除。为何？传闻此石一出，有公室之乱。为今之计，只能挖到根部，再将其彻底铲除。启禀江将军，我们在除石之际发现了这个。这难道是圣安先祖的遗诏？东鲁诸卿协力辅佐，助孤完成不世之功业。然天定圣人，人定胜天，孤特命东鲁诸卿世代守卫血晶石。此事重大，关乎王爷所忌，诸卿谨记。长生仙药重现人间之际，便是血晶石现世之时。若是诏书所言，血晶石如今已现世，那长生仙药岂不是也出现了？这没说长生仙药在哪儿？并未提及。若东鲁奉命世代守护血晶石，那为何会在100年前将其燃烧殆尽呢？也许并未燃尽，而是在祭典神像底下留了一些粉末。或许，这就是保护血晶石最好的方法。师傅的意思是，这血晶石虽以尸身为养料，常人觉得它避之不及，但我东鲁祖先奉命保护，即便埋下粉末，也不会轻易的重新显示。这样，既上承了王命，又守护了晶石。没错，祭典乃神圣的地方，不会有人在那儿行杀戮之事。可是长生仙药和血晶石有什么关系呢？我总觉得这诏书没头没尾，而且这好像被人撕过，不知道另外一半写了些什么。虽然只有一半，也聊胜于无啊。16年了，长生仙药终于有了新的眉目。师傅，大哥，你们怎么不开心啊？我没有长生仙药的线索了。16年前，宁伯侯便因寻找仙药，险些家破人亡。四儿，阿爹给你打了把长命锁，保你长命百岁的。阿爹，我饿了。饿了？好，好，阿爹这就去给你弄吃的啊。小姐，
你从醒来就没吃过东西，我熬了点粥，你喝点儿。我不喝。小姐，你还是吃点吧。我先退下了。对不起，小姐，我该死。退下吧。四儿，斩信之时，为父已不在身侧，有些话当面难表，故写下书信，望有朝一日，你能知晓你真正的身世。16年前，商山一夕挂瓷道出，失落多年的护国圣宝长生仙药，在宁州境内涂山村重新出现。于是商山下令，命管辖宁州的宁伯侯带兵前往涂山村，搜寻仙药。当时我李老五还只是个流匪寇首，平时带着一帮兄弟四处打劫贵家，讨口饭吃。那一阵遇到官兵追杀，与兄弟分散，意外流落到涂山。无奈之下，想在这涂山村中寻点黄白之物救急，不料却目睹了涂山一族被灭族的惨剧。交出圣药，本侯饶你们一命。涂山有祖训，仙药出现，人间大乱，杀光了涂山一脉，也得不到仙药。你再说一遍。后山悬崖发现一个山洞。好，仙药必在洞中。你们去搜，涂山村男女老幼一个不留，别给我杀了！没有想到，宁伯侯大开杀戒。我决定趁官兵没有发现我时，偷偷下山。可就在这时，我听到有婴孩的啼哭声。我本想扔下那婴孩，独自逃走，但却不知怎的，始终放不下手中的孩子。于是我只好抱着他，一同逃出了涂山村。而那个还在襁褓中的女婴，就是你，四儿。当时，我看到怀中的你，觉得可能这就是老天爷赐给我的缘分。于是我决定收养你，认作女儿，也好彼此做个伴。我还把我老娘的乳名给了你，四儿。我本希望你可以平安顺遂长大，可没想到一场高烧，差点就让爹失去了你。除了按时服药，还可以打造一把金锁，以求长命百岁。若爹那时再有些本事，就不会害得我们四儿连一把祈福的金锁都打不起。贵人慢走啊！偷我钱包，抓住他！胆子挺肥啊，敢偷我钱包！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！我需要这钱救我女儿的命！呸！下贱的东西，给我打！贵人，贵人！狠狠的打！打碎他！住手！你是何人？侯爷，侯爷，此人交给我吧。是。李老五，哎呀，你可是让本侯好找啊！你落在涂山村的东西，可还记得？
只要你愿意效忠于我，这些就都是你的了。实在没想到，宁伯侯会循着我匆忙之时落在涂山村的钱袋找到我，还用你涂山后裔的身份来威胁我，帮他做事，打开东路地下商路，搜集各方情报。此外，我还得用这条暗路帮他运送兵刃和粮草，那可是豢养私军的杀头重罪。可当时你的病情已无法再拖延，我答应你。好。从那日起，我便用这笔钱开了乾坤巷，与宁伯侯暗中交易。但我总归是知道的，乾坤巷的来历，迟早是个隐患。只是没想到，来得这么快。子玉用你的身世和性命作为威胁，让我帮他为父报仇。我自知别无选择，唯一能做的就是尽量让四儿你不要受到伤害。如今你已知晓来龙去脉，还希望你不要责怪阿爹擅自替你做主。我怎么会怪你呢？这些年来，上山境内发生的种种错综复杂之怪事，在我多方调查和求证之下，万般之起源，似乎都指向涂山村那一夜的屠杀。涂山村，四儿，你可以回到涂山村，探查这一切背后的真相，也可以当无事发生，隐姓埋名度过一生。此前，阿爹总想帮你做主，但从此以后，走哪条路，做何等人，只能你自己决定。但无论你做何种选择，阿爹都希望你幸福。阿爹，我知道我该怎么做了。侯爷为何叹气？是谁？原来救我的人是你！你为什么要救我？救你是为了问问侯爷，可还记得一个人？什么人？侯爷，可还记得魁拔师？魁拔师，你那鬼方的邪恶赃物，与我何干？那阿子邪物，侯爷不觉得眼熟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怎么到了侯爷这儿，都是父子对面不相识啊？可怜你的大儿子年纪轻轻，命丧国都也就罢了，连魂归故里，入土为安也未能如愿。一别多年，见了亲生父亲，却成了父亲口中的阿兹邪物，真是造化弄人呐！你说谎！侯爷当日看到那魁拔师时，有没有注意到他左臂上的胎记？怎会如此？怎会如此？是谁指使你的？你为什么要害死我儿？侯爷老了，记性坏了。杀你儿子的明明是商山的王，害你儿子是炼药失败的你。不过最可惜的是，侯爷当年炼制长生仙药，其实并未失败。你胡说！
当年炼药我全程在场，那药就是假的，世上根本就没有什么长生仙药。当时长生仙药已成，可惜侯爷肉眼凡胎，使不得仙药降世，这才失了千载难逢的荣华富贵，反招商山降罪，害死了自己的儿。住口！住口！长生仙药就是假的，我只是说了实话，不是我害死我儿的。今日是二公子的生辰吧？可惜呀，侯爷在这地牢里待得久了，怕是对外面的事情不知晓。令郎本已逃过一劫，但却为了给你报仇，已命丧于东鲁神庙。多么孝顺的孩子，可惜了。到底是谁派你来的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这一世，你我之间的恩怨也到此结束了。想知道我是谁吗？绝是你！仙药现世了！禀王上，地星一起，之前之卦恐怕已经运行了。太好了！终于现世了。可公孙大人刚传信说，鬼方闹事。鬼方，苦寻多年，方等到仙药现世，这才是头等大事。传旨，着世子营即刻出城寻药，领队之人东吴侯府姜文焕。我不明白，为何寻仙药如此重要的事情，王上就要交给焕儿这群毛头小子，还不让你我随行护卫，究竟是何缘由？当年宁伯侯寻仙药之时，王上便一直忌惮于他，怕他独吞仙药，拥兵自重，所以才会杀了宁州世子。如今仙药再次现世，你觉得王上还会相信你我这样的朝臣吗？只有作为诸侯人质的世子们前去寻药，才会顾及母国，不敢私吞仙药。王上果然是思虑周全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让焕儿出事的。也只能如此了。告书下，孤闻世子营诸子，故君命诏，救东鲁于危难之中，金汤作酒，永冠全军。又得圣安先祖诏书，重使我商山瑰宝，长生仙药之尊。现特许诸子为商山使者，待孤前往东夷，为孤寻药，保我商山万世之昌，亲哉！谢恩。谢王上。姜文焕，此去东行，王上特命你为世子营百夫长，上前领命。
末将领命。我这有一个名录，上面有名字的，与你一起出发。交给你了，程兄。师傅，若按先祖诏书所说的长生仙药所在地，难道就是东夷？诏书上并未明示，只是这诏书的材质，乃东夷钟离国特殊制造的一种皮革。也就是说，就此线索，王上才派你们去钟离。钟离，10余年前才归附我圣山的方国。这一切都还只是推测。焕儿，此去钟离，必定万分小心。焕儿知道了，定不会辜负师父所望。长生仙药，钟离怎么会有长生仙药？